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本期影片将给你介绍 Tesla Model Y 的优点、缺点，以及如果要买的话，应该选哪一款。这次呢，我去 KL 看这个 Tesla，我不论是周末去看还是周日去看，都很多人。我只能够在现场尽量采集一些片段，然后搭配我这个旁白，让你更好的明白这辆车。首先，先讲一下它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就是这辆车非常划算，在这个时代呢，你要买到那么大辆、那么快的车呢，在250千以下已经没有了。这个 Model Y 的 Long Range 版本呢，这个 All-Wheel Drive 版本，它的价钱是246千马币。它的 size 啊，这个 Model Y 的 size 是类似像 Mercedes GLC 这样子的，也就是 D segment 的 crossover。这辆 Model Y 它有完所有的主动安全配备，属于 L2 的自动辅助驾驶啦。当然，如果你在买的时候选购那个 EPA 的话，整体表现会更好。在这个 Pilot Assist 方面，这 EPA 呢，简单来讲，它有两个很重点的功能。第一就是你打 signal 的时候，它会帮你换 lane。第二就是呢，你在一个很大的停车场，然后你懒惰走去你的车那边，或者是你霸一个很窄的位置，你自己进不去的话，你就可以用手机的 app 三慢它过来，就是叫那个车过来找你啊。这是一个很拉风的事情啊！你想一下，你在跟中学同学聚会的时候啊，然后你们走出那个餐馆嘛，然后你在那边等，你的朋友就问你等什么啊，然后你就用你的 app 按一下，嚯，你的 Tesla 自动来找你，多么帅，有没有？然后关于这个 FSD 呢，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加了，因为马来西亚呢是暂时还不能合法的使用全自动驾驶这个功能啊。第二个优点就是安全。在 Euro NCAP 的表现方面呢，这个被动安全防护方面，Mercedes GLC 跟 Tesla Model Y 都是一样5颗星。那么我们再看细节一点，哪一辆比较安全呢？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成人保护的分数啊。这个 Model Y 呢，它是将近满分哦，也就是97分，Mercedes GLC 只有92分。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Tesla Model Y 是比 Mercedes GLC 更加安全。第三个优点就是这个 Tesla Model Y， 就算你买到最普通的 spec 呢，它所支持的快充速度还是快过那些100多千的中国车。因为那些100多千的中国电车，好像是他们最快的充电速度是可能80 kW 左右，但是这一个 Model Y 基础款的哦，就已经是100多了，所以这方面是非常划算。但是这个充电速度方面呢，所能支援最快的 DC 快充速度方面啊，韩国电车还是比较强大，像 Hyundai Ioniq 5啊，还有 Kia EV6 啊，他们都是可以支援最快800V 电压的 DC Fast Charge。第四个优点就是买了这辆车不会过时。怎么说呢？我们都有一种经历嘛，就是可能你刚买了一辆车，然后过了4年后，它来一个小改款，这时候你就会有一点点心里会有点痒痒这样子啊。但是呢，这个 Tesla Model Y，Tesla 的车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因为呢，Tesla 的车都有 OTA Over the Air 技术。这个技术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买，然后在可能2025年的时候，Tesla 有推出一个新的功能呢，你只需要在家联网，用这个 OTA download 新的氛围下来，你的车就有新的功能了。它就好像一台手机这样子。再来下一个优点就是，这个也是电车的优点啦，它的底载是 skateboard 底载，整辆车最重的地方是它的电池嘛，它的电池就在它的前轴跟后轴之间，因此这辆车就好像不倒翁一样，非常的稳，然后抓地力非常的好，不容易失控，不容易翻掉。再来多一个优点就是它的 performance 非常的好，因为电机呢，它原本的 performance 就是好过燃油引擎的，它的马力跟扭力都会比较大。因为电机本身它在运作的时候呢，它内部的阻力，它在运行的时候的阻力是没有像燃油引擎那么够力的。因为电机是用电磁反应嘛，它就是电动马达里面有一个是定子，一个是转子，然后定子呢，它就发电产生一个磁场，然后这个磁场就让转子转动，因此它们之间呢是没有硬性连接的，它们之间的缝隙差不多是0.2mm到
2mm 之间的空气缝隙，因此它们没有直接的接触的话呢，它们就不需要像燃油车那样需要黑油来润滑它们不像燃油引擎这样需要黑油来润滑它们呢，它们只需要 coolant 来降温，因此它在运行的时候呢，阻力小，变成效率高。然后燃油车呢，它本身是烧那个油，把那个油转换成动力嘛，它是化学能转换成动能，因此在效率方面呢是不如电车那么有效率。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会看到燃油引擎呢，它是要到特定的 RPM 它才能够爆发出最大的动力的。如果是自然吸气的车，就 maybe 是4000转爆发出最大的扭力，然后如果是那个turbo charge 的车子，就是2000转的时候爆发出最大扭力。但是电动车呢，它 RPM 1就爆发出最大扭力因为它没有阻力，没有东西拉着它。然后如果你想知道扭力跟马力的关系的话，你可以看回我之前的 video， 我之前 video 有介绍过这个课题了。提高扭力呢，马力就会上因为马力就是扭力乘以转速嘛，所以你提高转速或者是提高扭力，马力就会上。然后电动马达呢，它不止扭力大，它的转速原本就可以去到很快很快很快了。这个是燃油引擎不如它的地方啊。讲完它的优点，要讲缺点了。第一个缺点就是显而易见电车的缺点就是续航跑远途的时候你会有一点焦虑因为呢，其实电车的续航方面呢，你不要看那个厂家打什么广告，什么 WLTP 多少公里NEDC 多少公里这些都是浮云。首先你要看它电池的 battery pack 是多大。通常呢，电车在跑 highway 的时候是比较吃电的，因为电车只有1号牙，通常只有1号牙了。好像少数的电车像 Porsche Taycan 这样就有2号牙。但是通常电车都是1号牙，那个牙就是一个减速齿轮连接着电动马达的。所以只有1号牙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想象，比如说这个 Model Y 的 top speed 是200多，那么它从速度0到200多都靠1号牙，所以呢，你跑越快它就越吃电。所以电车就是这样，跑越快是越吃电的。如果在highway跑100亿呢，我估计了1个 kWh 的电力可以让那个电车移动一个5公里左右，在开冷气的情况下了。因此呢，如果是 standard range 的 Model Y 呢，它有57 kWh 可以用嘛。那么如果跑highway乘到来就是285 km 啦，这是 standard range。如果是 long range 呢，它的电池有75 kWh 可以用，那么75乘以5呢，就是375 km。所以如果你要实现从 JB 到 Penang 是不可能的，然后你要实现从 JB 到 KL 的话long range 的可以没问题，但是 standard range 你就要半路停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更要命的问题你想一下，如果过年过节的时候呢，路上南北大道有100辆电车要充电的话，你可以想象那个可怕的情景嘛。我们不要讲100辆，可能你有一个充电站，那边有10辆电车在充电，一辆要充半小时左右，你想一下多么可怕，有没有？然后如果是油车，10辆油车一起打油，不怕的，打油很快的嘛。但是电车不一样所以这个不得不考量了。再来一个缺点就是呢，它的内装我觉得有点简陋。虽然 Tesla 讲它的design是 minimalist 极简主义，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为它省 cost 找借口啦。因为你极简主义你要有一点逻辑嘛，对吗？你看它中间只有一个大屏幕，然后那个 steering 上面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看你现在的速度，你要看速度你就要瞄中间的荧幕。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不人性化。然后再来就是它调 aircon， 我们普通车调 aircon， 你用手去推那个调 aircon 的那个冷气出风口就可以了。那这个呢，要通过荧幕来调，要 touch screen， 然后再来开 drawer 也要用 touch screen 来开 drawer。明明是看都不用看手可以摸到可以盲操作的东西，硬就是要把这东西放进屏幕，为了什么呢？因为你少做一个 button 呢，把它放成 touch screen 呢，就比较省钱了。我卖车一段时间了啦，这种你跟我讲极简主义我觉得是赤裸裸的 save cost 根本不是极简主义。然后再来一个缺点就是造工品质方面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毕竟 Tesla 造车的历史不算太久，虽然他们的 R&D 是花很多钱来研究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你要遇到问题才会改进的。所以在这个造车经验方面呢，
我觉得 Tesla 是没有那么久的造车经验，所以造工品质啊是未知，注意啊是未知啊，不知道好还是不好啊。再来就是售后服务，你想一下，虽然说电车不用换黑油，不用换牙油，不用换那个什么汽油的 filter，很多东西都不用换，因为零件少，又没有 engine 没有 gearbox，但是电车还是要 maintain 啊。首先，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电车要换 ASOB 的时候，或者是你的电车遇到一些 technical 的故障的时候呢，你要想，目前 Tesla 只有在 Cyber 加有 service center 吧哦，这样你在别的地方怎么办呢？这一点呢，它就不像 BYD 这样了，第一线城市跟第二线城市都会有它的经销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BYD 做得很好，我希望 Tesla 也可以像这样。OK，优点缺点搞定咗，来到最关键的问题啊，要怎么选呢？我给你一个 guideline 啦，我觉得啊，如果你家里只有一辆车，你只可以有一辆车的话，那么如果你要买 Tesla Model Y，你就选那个 long range 可以跑远的。但是如果你家里有一辆油车啊，然后你只是要加多一辆电车来体验一下嘞，那么你可以选 standard range，因为如果你平时的驾驶情况啊是没有走那么远的话，那么你也不需要备注一粒更大的电池在路上走来走去，是一个浪费。因此，如果你家里有一辆油车了，然后你只是买这个作为日常通勤，距离不是很长的话，你就买 Standard Range。然后关于它 accessories 呢，它 add on 的东西，白色是免费的，其他色都要加钱。然后那个 rim 呢，加大又要加钱。我个人呢，如果我要买的话，我是不会选这些东西的，我会选那个最便宜的白色。然后那个 rim 也不要去加它然后 interior 白色又要加钱，come on 你知道我是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白色是很浪漫，但是不耐脏哦，因此呢，加钱买白色座椅我觉得是不必要啦，但是这个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没有对与错然后再来那个需不需要买到 performance 呢？因为 performance 呢0到100 3.7秒 common baby， 这个根本是超跑的等级哦，你在路上可以打败99%的车。今天的 video 大致上是这样子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如果要买车的话，记得找我。好的，我们下次见。